想要打准贴腹球啊，3个重点：细心的瞄准，锁定方向，力量到达进球点上。先说瞄准啊，其实这就是接近直球的瞄准，只要稍微打过一点台球的都知道怎么瞄，关键是你能不能瞄得更细。明察秋毫，放手架的时候呢，不断的将杆头推进母球啊，稍作停顿，去感受球杆延长线出去到达目标球上的这个点，只要是轻微的偏差都会打不进，所以你看得越认真，球杆微小的变化就越能感受得清楚。反正你每一杆认真的去看，半个小时后你就会到达一种入微的感觉。第二，锁定方向，大部分所谓的后手不稳呢，都来自于不会锁定大臂，一回杆大臂就会失去了方向感，出杆啊，哪怕是很微小的偏移，球杆都打不到原来瞄准好那个点位。注意啊，回杆时呼吸要平稳，大臂要微微的绷着一股力量啊，注意不是绷死了哈，边绷住。小臂呢边向后回杆啊，但是小臂是不需要绷着力量的啊。这样子的回杆呢，会感觉速度不会快，稳稳的匀速的感觉。那这个回杆的过程呢，手臂会对原来瞄准好的这条进球线有记忆的感觉。第三，出杆要奔着进球点上发力。出杆的过程呢，小臂摆动是不需要去刻意控制它的。球杆停在最后方的时候啊，脑子里呢想的只有一个概念，感觉白球消失了一样，没有任何阻碍，用手臂一摆啊，将球杆送向进球点。那你想一下啊，眼中没有白球，出杆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力量肯定没有阻碍，它就会有一种瞬间直达进球点的感觉。同时球杆出完后需要绷住大臂和小臂，这样呢就会建立手臂对这个杆头最后停止位置的这个记忆力。随着击打的次数越来越多呢，你就会感觉不到中间整个出杆的过程，只有最后回杆的起始点跟最终杆头的停止点，这个就好像2点一线，所以你后手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直，越来越直啊。那么我刚才讲的这3点啊，结合我这个练球视频，大家呢反复观看，到球桌上练完以后呢，再回来看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对发力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好了，下课。靓仔，练武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5个指标了解自己台球技术水平，最后一个真的太难了。1、5分点直球中杆测试，一共10颗，打进1颗得1分，连进1颗加1分，连进10颗就从1加到10，一共55分。2、推球控力测试，开球线上朝掷球点推球5次，距离掷球点5颗球位内得1分，距离3颗球位内得5分，距离1颗球位内得10分，满分50分。3、登杆控球测试，红球摆在掷球点上，白球摆成直线，再向右挪动半颗球的位置，打进红球的同时，白球碰到黑球，一共5次，成功1次得10分，满分50分。4、角度球测试，白球放在开球线中心位置，击打中带中心位置的红球，一共10颗，左右底带交换进球，打进1颗得1分，连进1颗加1分，连进10颗就从1加到10，一共是55分。5、最后一个测试也是最难的，综合能力测试，中带摆1颗红球，固定好点位，白球初始位置摆成直线，红球只能进这个中带，每次打进红球后，白球不动，红球复位，一共10次，打进1颗得1分，连进10颗就从1加到10，一共55分。另外，如果打进红球的同时，白球还不吃库，再加5分，那么满分就是105分。5个指标一共315分，300分以上你绝对是个王者级别，如果你连100分都不到，只能算是青铜选手了。那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老王的系统课程，针对性训练你的基本准度、力量控制的能力、角度瞄准能力以及杆法控位的能力，1对1的专业指导纠正动作。另外618也到了，现在成为私教学员还送球杆哟，晚了可能就没名额了。下课，靓仔。这节课讲讲球杆夹角，那些砸坏玻璃还困在球房里的同学认真听。青铜学员打低杆总是容易跳球，或者低杆回来的不够远。打中心点我知道你们不会飞，但球杆如果是这种角度击打中心点，一样会滑杆。打低杆时尽量保持球杆与桌面水平，打点越低，手架越平，杆头的接触面才会比较大，这样就不容易滑杆了。
手架放平后，如果出杆时大臂掉下来，就会容易磕到桌子。应该固定住大臂，摆动小臂，同时让手腕、手指向后回杆时尽量放松，就像这样。再来看一下完整动作，向前出杆时带上手腕、手指的力量，这样就算打长台踢杆，也是轻轻松松就能拉回来一库。在打弧线球时，就需要抬高后手，让球杆跟球桌产生更大的夹角，才能给白球提供纵向的旋转力。瞄准弯心的位置，想往右拐弯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上，弧线球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当白球被障碍球挡住了一点点，球杆就需要抬高到这个角度，击打白球中上方，就能轻松的跳过障碍球边缘，将球打进。关注我，带你成为台球厅最靓的仔。靓仔，台球新手必学的11种杆法：定杆，中间偏下点位，白球会定住，叫到黑球中带位；高杆，中间靠上点位多，白球向前跑的就多，叫到黑球中带位；田四灯，中间靠上点位少，白球往前跑的就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低杆，中间靠下点位多，白球往后跑的就多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后四灯，中间靠下点位少，白球往后跑的就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高杆右塞，打右上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前，吃库后朝右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高杆左塞，打左上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前，吃库后朝左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低杆右塞，打右下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后，吃库后朝左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低杆左塞，打左下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后，吃库后朝右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；中杆右塞，打中间偏右点位，白球先沿着切线方向跑，吃库后朝右跑，把黑球 K 到中带口；中杆左塞，打中间偏左点位，白球先沿切线方向跑，吃库后朝左跑，缝隙中叫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下课。靓仔，对于新手来讲，很多人可能最害怕的就是直线球了，总是打歪。大部分原因是在瞄准时，球杆就没从白球中心点瞄出去，这样打白球就会偏右了。也可能从白球中心点瞄出去，目标点没瞄在进球点上，这样打白球就会偏左了。那么在瞄准阶段，利用3线瞄准法进行瞄准，只要出杆直，直线球就是百发百中。从白球的直径两边最边缘与目标球直径两边最边缘连线，此时会得到一个等腰梯形。如果当你视线不在两球正后方，你就会发现它不是等腰梯形，自然需要调整视线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此时再将球杆放在中间，而球杆的延长线会将等腰梯形一切为2，左边就会和右边相对称。在出杆时，同样带着这3条线的感觉，可以将白球的方向牢牢锁定在这条路径之中。这样的感觉训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培养出球体的体积感。比如说我们在薄球时，已经知道了白球的体积感，用3线瞄准出去，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可以蹭到多少部分，找到适当的重叠部分，就能轻松的打进薄球。快去试试看吧。下课。靓仔，高手打球看起来轻松且稳定，怎么到你这就这不准那不稳的？学会这2点，让你的准度和控制力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，尤其是第2点最为重要。整个出杆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也很容易被忽视，那就是回杆。回杆节奏太快，甚至是没有节奏，会使你失去对白球击球点和目标进球点的记忆，出杆的动作就很容易变形。应该在瞄准完成后，锁定着击球点和进球点的这条线，放慢速度进行回杆，回到最后方稍作停顿，再逐渐加速，干脆的出杆。每次高质量的回杆才能精准打击到预示的点位上。第2，对于初学者最适合的控力方式就是利用回杆的长短匹配发力的大小。大力回杆长，中力回杆中等，小力回杆短。熟悉这3种基本力量的回杆方式，坚持在实战中，每次击球前都先想好大概的力量，你的稳定性就必然会提高。下课。靓仔，先讲讲中式台球防守规则。击打目标球时，打到球之后，一定要有球碰到库边1次才不算犯规。目标球不碰库，白球碰库不犯规，或者其他球碰库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白球先碰库，再碰目标球，之后没有碰库边，犯规。遇到这种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这样防守：轻推做一个斯诺克挡住黑八，
但这种防守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对手可以直接一库勾黑八的难度不大，即使不能将黑球勾进，也可以小小力的把黑八放在袋口，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了。所以这个球更稳妥的防守方式是用左塞打左侧薄边，吃一库挡在黑八前面，同时白球也会吃2库跑到球台上方，这样让对方既没有进攻的机会，防守也会有难度。再看看这个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轻贴黑球防守，但这样的防守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。因为对手可以像这样打黑八的薄边，将白球放到上方去，这样我们又变得被动了。所以在碰到这样的球型时，我们应该先采取打薄边的防守方式，这样就可以先占据主动权了。下课。靓仔，加赛的5个小技巧，最后一招也太神奇了吧！技巧1，遇到像这种中袋球，角度向右，可是下一颗球又在左侧，正常击打，白球无论如何也过不了中线。此时只需要击打高杆左塞，白球吃库后就会直接改变反弹角度向左走，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技巧2，遇到直角贴库球，直接击打，传递给红球的力量容易不够，此时可以瞄准红球靠后1颗球的位置，袋口在左侧，保持手架不动，将杆头调整到左塞的点位，母球就会带着旋转，先打到库边，再将球扫进。技巧3，遇到目标球角度较大，要走位黑球，正常打进，白球容易跑得太远，导致黑球不好打。此时加一个左塞旋转，白球吃库后就会产生减速的效果，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4，当目标球被阻挡时，正常击打会碰到障碍球，此时要略微抬高一点手架，击打左塞低杆点位，瞄准在进球点右侧一点，母球就会拐弯绕过黑球，将球打进。技巧5，遇到像这样的球型，球特别直，想要走位黑球，可是后方又有一颗球阻挡，打低杆会直接撞到。此时就要用到扎杆塞球，立高杆尾，击打中低杆左塞的点位。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下课。靓仔，打白球中心点到底能不能打出纹丝不动的定杆？答案是不能。那是因为杆头打到白球中心点，白球会在短暂的滑动后被台面的摩擦力带上向前的旋转，所以当你用中杆打进直线球后，都会向前滚动一点点。那么我们将击球点向下移动一些，使母球带上一点向后的旋转，来抵消摩擦力，才能将白球定住。那有人就会问，为什么要练习白球定住呢？台球的技术可不是将球打进就完事了，把白球控制到下一杆容易击打的位置更加重要。走位好了，才能毫不费力的连续击打。定杆的杆法对走位可是至关重要的。直线球是定住的效果，而有角度的情况下，白球撞击目标球时，力量会一分为二，白球会沿着撞击点90度切线的方向分离。以这个球为例，红球进这个袋，白球停在这里会比较容易击打黑球，它的切线方向刚好能从2颗球中间穿过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击打白球中间偏下一点点，就可以保证白球能顺利的走到黑球的位置，赢下这局。下课。